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以来，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20国集团机制已召开2次领导人特别峰会，以及约20场部长级会议讨论相关议题。此次峰会作为收官会议，看点颇多，外界也期待中方将提出怎样的中国方案。20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将于10月30日至31日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习近平主席将以视频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在罗马现场与会。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扬团结合作精神，求同存异，就抗击疫情、恢复世界经济、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等凝聚共识，合力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20国集团罗马峰会取得成功，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作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意大利为峰会确定了3个关键词：人、星球、繁荣。一方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如何加强卫生和环保领域合作，更好保护人类和我们的星球，以及如何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机遇，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实现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这同中方倡议的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新发展理念等不谋而合。实际上，中国一贯重视并积极参与20国集团合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20国集团会议上就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重要理念指引。每一次在 G20 的平台上，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都是备受关注的。这一次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应该说我们会关注到几方面重要的内容。首先呢，是中国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的内容，不管是全球抗疫还是经济复苏、改善民生等一系列的方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是一个根本。尤其是在抗疫、合作等方面，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最高的追求，要保证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其实是中国在抗疫合作的过程当中一直秉持的理念。人口占全球2/3，经济产出、贸易往来占世界85%和75%的20国集团，被认为是拯救世界危机的救火队。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20国集团同舟共济，才将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重新拉回正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国集团经济体牵头的特别政策措施和新冠疫苗正在支撑全球经济复苏，但新的病毒变异、通胀和供应链中断构成下行风险。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20国集团的带头作用对恢复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此外，作为代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多边组织，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 ，G20 也被外界寄予厚望。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的意大利外长路易吉·迪马约表示，支持在联合国支持下的有效多边主义。观察认为，当前克服大国之间的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是解决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前提和保障。所以从这一次的 G20 机制的发展当中，大家更多的是希望看到重要的国家，包括 G20 成员中的一些大国，在政策协调方面将有什么样的走向？是不是能够放下所谓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心结、霸权的心结，真正的能够为人类的合作来发挥一些重要的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出席明天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鉴于目前新冠疫情的态势，尤其是德尔塔变种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那么明天在罗马揭幕的 G20 峰会，它实际上呢是以线下加线上这种创新方式来同步进行的。那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等 G20 成员国的领导人啊，他们也都选择了视频参会这种方式。那我个人认为呢，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人这一次视频参会的特别关注，也和美方高层此前释放的这个误导性的消息有关。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二呢，在白宫就拜登
赴欧洲参加罗马 G20峰会和苏格兰气候峰会，举行媒体吹风会。他呢就公开声称说中国领导人不会参加峰会。那今天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当然是证伪了这个沙利文的说法，是这位国安高官的所谓重大误判。而且呢，我们从外交礼仪来看，沙利文公开对别国元首的行程安排来发表意见，本身就是一种失礼行为，极不得体。所以我们看到在沙利文的说法误导西方舆论之后，那今天华春莹的发布一出来，那么包括路透社等等国际媒体呢，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中方的参会消息。G20峰会的场外大国外交也备受瞩目。美联社称，在拜登赴欧参加2场联轴峰会之际，中美紧张关系显而易见。您对此有何观察？3天前，中法元首通电话，习近平特别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很快，近期国际上发生的几件大事再次说明，法方主张欧盟战略自主是正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到的几件大事，我想国际战略学界也会自动来对号入座。比如美国逃跑式撤离阿富汗，美国背后捅刀式推出所谓美英澳 AUKUS 核潜艇协议等等。未来2天在罗马，白宫已经宣布，拜登将会和法英澳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那么各方如何取态乃至互动，值得外界关注。但是呢，必须要强调，拜登总统任内的第2次欧洲之旅和上一次画风已经是大不同。首次访欧，拜登还有底气大喊美国回来了，但是呢，如今的美国总统几乎是焦头烂额。纽约时报昨天甚至刊出了 America's Crumbling Global Position， 所谓美国的世界地位正在崩塌的这样的署名评论。作者斯蒂芬斯就认为说，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国家人设与世界地位正在明显瓦解，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正遭遇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挫败。所以他给出的最低限度的建议就是立即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团队。美联社说，中美关系紧张显而易见，着实呢令外部世界关切并且头痛。我注意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奇昨天在一场协会演说中表示，他与中方接触就是要致力缓解美中贸易紧张。他形容全球前2大经济体经贸关系的这种紧张高温度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如同一堆干柴遇到火星就可能会引发大火。在他看来，战略误判就是这火星，这呢对中美双方都有显著的意涵。那我就要说了，美方近来疯狂滥打台湾牌，其实是更大堆也是更高温的这个干柴。那么被战略误判的火星一旦点着，只会烧出更大火。令人关切的是，现在美方玩火没有任何收敛之势。今天，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孙小雅举行上任之后的首场记者会，他再度放言，美方要帮助台湾所谓的自卫。美国参院也通过了所谓法案，鼓噪要助力台湾成为美洲开发银行所谓非借贷会员。美方呢，现在打台湾牌玩火，这样的一些个政治势力和个体现在都是蠢蠢欲动。戴奇所担心的不可控大火越来越迫切，所以呢，拜登必须要拿出切实的行动来降温、来灭火。至于中方的终极灭火方案，我想反分裂国家法早有明确规定，那么中方只需依法行事。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美国军人在台协训，声称对美协防台湾有信心。民进党当局还加大对美军事采购力度，并强化对欧洲某些国家的勾连力度。对此，大陆相关部门已经连续发出警告，强调对台独零容忍，打击台独分裂行径不计成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军不动如山，动如雷霆。分析认为，蔡英文发表挑衅言论以及疯狂对外勾连，是在制造美军与台湾同在的想象空间。大陆方面做出反击势所必然，何时亮剑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周四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再次标榜所谓民主，把大陆反对台独的正义行动说成威胁，并扬言要发展台军力对抗大陆，还承认美国军人在台，声称对美协防台湾有信心。岛内网民批评蔡英文的言论在挑衅大陆，蔡英文就是好战分子。也有网友指出，美台沆瀣一气为中国大陆添乱，只会让大陆加快统一进程。通过这个讲话的话呢，蔡实际上是进一步的
捆绑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深度的这个安全关系。当然了，它也向世界彰显了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也就是鼓励其他一些国家效仿美国和台湾之间强化的安全关系，来发展与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国防部、国台办连续回应民进党当局挑衅言论。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四表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强化使命担当，保持高度戒备，不动如山，动如雷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四表示，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以美谋独，拿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购买军火，只会给台湾民众利益带来损害，给岛内带来兵灾。我们对台独零容忍，打击台独分裂行径不计成本。外界注意到，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还刻意伪造愿意对话假象。他宣称，台湾一再表示愿与大陆展开对话，这是处理两岸关系时避免误解、错估和误判的最佳途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五回应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检验是否真正有对话诚意、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试金石。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向外部反华势力摇尾乞怜，加紧投靠，配合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图谋，出卖台湾同胞和中华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又惺惺作态，伪造愿意对话的假象，推卸谋独挑衅的罪责，企图误导台湾民众，欺骗国际社会。这种骗术极其低劣，可以休矣。蔡英文接受美媒访问时，首度承认有美军存在于台湾，其发表挑衅言论的动机引人关注。分析认为，这是蔡当局在制造美军与台湾同在的想象空间。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认为，蔡英文扯虎皮做大旗，当然是给大陆看的。面对中美博弈，他试图两方挑拨，拉美打中。不过，这一番算计反而把所谓盟友的底牌露了出来。当大陆的军事高压让介入和防卫承诺变成不可承受之重时，棋子就会成弃子。到那时，弃子才会明白，那是老大哥报复式的出卖。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美军不得驻扎台湾，这肯定是红线。对此，美台都是清楚的。美国没有协防台湾的明确承诺，而是奉行战略模糊，这也人所共知。现在美台围绕这一红线不断出现进退交织的挑衅性表态，这成了他们的新策略。他们试图以此展现强硬姿态，对冲大陆方面军事斗争准备持续构建的战略威严，鼓舞台独势力。台美越来越担心台海战争最终爆发，民进党当局一边叫嚣会战斗到底，一边很清楚台军无力防御。他们要鼓动支持者对美军届时会协防台湾保持信心，所以不断释放信息，制造美军与台湾同在的想象空间。香港中评社的分析认为，蔡英文公开证实，渲染是有预谋、蓄意的对抗。美台走出这一步时，一定经过算计，考虑过大陆会如何反击。美台除非存心挑起冲突，否则就是低估问题的严重性。文章认为，大陆方面做出反击势所必然，何时亮剑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美台以切香肠方式实质性提升军事联系，大陆的反制和回击的力度必然相应提升。时和势在大陆一边，主动权在大陆一边，大陆有战略定力，按自己的节奏走，目前也正按自己的节奏走。这个显示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逐步升级、逐步强化的这么一种变化。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采取相应的这种对策。而且的话呢，这个美台军事关系的这个强化了，也增强了中国要实现国家统一的这么一个紧迫感，以及危机感。所以的话呢，这个会迫使大陆的话采取更多的这个措施。民进党当局扯虎皮做大旗，还表现在不断加强对美军购。就在蔡英文接受 CNN 采访内容公布的当天，台湾军方公布的最新采购决标公告显示，台空军已与美方签署导弹地面支持装备器材2号订单，主要为强化爱国者3导弹系统地面装备妥善率，维持该导弹追瞄拦截敌对目标的精准度。台军方官员称，台美这项针对爱国者3的采购合约是今年8月31日以来的第2份合约。8月31日，台美签署导弹地面支持装备维修合约时，金额为14亿新台币，而周四公布的第2号订单金额近10亿新台币，两者合计达24亿新台币。
今年8月份，台当局财务报告中的一个疏漏证实，美国在过去2年中向台湾派遣了武器专家，以支持美对台军售的爱国者导弹测试活动。台湾监察部门审计部发布的报告称，台空军为该项目划拨预算1415万美元，使美国专家和官员能够前往台湾支持台空军和其他机构。报告显示，这笔资金用于2019年至2022年期间的美国人员活动。这意味着美国在2019年、2020年和今年派遣了人员，而且明年至少还要再来一次。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访问完斯洛伐克之后，再度转往捷克访问，并会见捷克参议长维德奇与布拉格市长赫吉普。您对此有何观察？第一，根据外媒报道，除了访问斯洛伐克与捷克这2个国家之外，吴钊燮还将访问波兰，甚至是秘密前往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这个就意味着吴钊燮的这次访问行程还在扩大过程当中，而访问欧盟总部更是会对其余20多个欧盟成员国产生极坏的负面作用。第二，除了吴钊燮所带领的台外事部门的代表团之外，台湾发展委员会主委龚明鑫也在同一时间率领着经贸考察团访问了立陶宛等中东欧的小国。这个也就意味着蔡英文当局的这次对欧洲的外事攻势是立体式的，既有政治层面也有经济层面的，是有备而来的。第三，在蔡英文当局派出外事与经贸领域的代表团访欧之后，下个月由多名欧洲议会议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也将回访台湾。这个也就意味着这次的台欧互动实际上是双向的。第四，在台欧之间发生频密互动的同时，美国华府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则召集台湾与欧洲的专家，举办了一场名为《美国、亚洲与欧洲迈向共同的民主进程》的视讯研讨会，研究如何促进美欧台3方的合作，以共同捍卫所谓的民主原则与价值。这个也就意味着美国尤其是旨在联合欧洲国家共同遏制中国的拜登政府，才是促成这次台欧频繁互动的真正幕后黑手与导演。所以总而言之，这背后透露出的政治信号就是，为了在国际上突破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仅在策动众多欧洲国家甚至是欧盟总部以身试法，以形成所谓法不责众的效应，让中国大陆在进行反击的时候不得不投鼠忌器。而且美国还想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形成美欧联手两面夹击的战略效应，这是我们所不得不防的。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捷克议会参议院邀请吴钊燮窜访捷克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同时，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也强烈谴责与坚决反对捷克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您对此又是如何解读呢？由于斯洛伐克与捷克这2个国家都是以国会的名义邀请吴钊燮的，所以中方做出反应的部门也仅限于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与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当然了，中方没有对斯洛伐克与捷克这2个国家下重手，并不意味着对蔡英文当局也会手下留情。由于这场外事领域的博弈战是由蔡英文当局主动挑起来的，而且是以跟中国大陆争夺欧洲国家为主要目的的。而且就在吴钊燮出访斯洛伐克与捷克这2个国家的同时，意大利媒体突然爆出，中国大陆突然加快了与梵蒂冈建交谈判的步伐，梵蒂冈与中方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我认为这2件事情突然发生在同一时间，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中国大陆在外事领域在欧洲战场上对蔡英文当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反击措施。而且中国大陆这次出重手，可谓是直接打向了蔡英文当局的咽喉。我认为，假如梵蒂冈与台湾真的断交了，那对于蔡英文当局与台独势力来讲，它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与负面影响，这是无法估量的。因为第一，梵蒂冈是台湾当局在欧洲唯一的所谓邦交，假如梵蒂冈断交了，
也就意味着台湾与欧洲绝缘了。那像过去陈水扁执政时以访问梵蒂冈之名顺道踏足意大利与欧洲的场景将不会再出现了。第二，罗马教宗在西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这种影响力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台湾在拉丁美洲的那些所谓邦交，几乎清一色都是天主教国家。虽然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在国家主权上跟梵蒂冈是平等的，但是在精神和信仰上，这是从属于梵蒂冈的。因此，一旦梵蒂冈与台湾断交，极有可能会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形成羊群效应。而且，由于在蔡英文当局的折腾下，这么些年以来，台湾的所谓邦交国已经由原先的20多个，到现在只剩下区15个。一旦梵蒂冈再与台湾断交，并且因此而带来雪崩效应，那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就真的算是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了。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召开线上记者会，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有关南海议题的提问时，邓锡军表示，美军对康涅狄格号潜艇事故遮遮掩掩，不得不质疑其到底是何意图。直播港澳台正在播出。欢迎回来，直播港澳台栏目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东鹏灵堂无糖型能量饮料。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正在进行欧洲4国行，在结束对首站希腊的访问之后，王毅前往塞尔维亚，并于当地时间周4同塞总统武契奇会面。有着当之无愧钢铁情谊的中塞两国将为中欧关系注入怎样的能量？今年以来，中欧关系有所起伏，王毅此次出访欧洲4国又有怎样的意义？来看看报道。王毅的此次塞尔维亚之行，从飞机落地之时就充满老友相见的温暖。当地时间周3，当王毅走下专机舷梯时，就与等候在此的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发生了这样一幕。出于防疫需要，中塞外长只能隔空拥抱，最后行了碰肘礼。而在王毅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面时，王毅也张开双臂，给了武契奇一个远远的拥抱。之后，两人在两国国旗前击肘问好。会谈中，武契奇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中国是塞尔维亚最可靠、最宝贵和最伟大的朋友，塞中有着当之无愧的钢铁情谊，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贸往来大幅增长，务实合作惠及人民。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武契奇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毅说，中方为中塞铁杆友谊感到自豪，将继续大力发展中塞友好合作，坚定支持塞尔维亚在武契奇总统领导下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坚定支持塞方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塞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中方愿积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快推进匈塞铁路等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拓展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合作，助力塞实现可持续发展，将中塞传统友好转化为更多的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王毅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聚焦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发展合作，向世界提供的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将为加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汇聚力量，促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实现绿色健康发展，造福各国人民，欢迎塞方积极参与。武契奇表示，塞方完全赞同，并愿积极参与落实这一重要倡议。同日，塞方向中国企业颁发了匈塞铁路诺苏路段建筑许可。武契奇高度评价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表示匈塞铁路将为欧洲互联互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向深圳卫视表示，塞尔维亚和中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重要支点国家之一。中塞在未来发展上大有文章可做。“一带一路”的这篇文章可以好好的做。我们在塞尔维亚和这块地方呢，更多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国家有很大的需求，而基础设施这块呢，也是可以大量的、很有力的拉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所以是符合双方的利益。会晤后，武契奇邀请王毅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说，塞尔维亚是讲原则的国家，塞尔维亚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塞尔维亚人民是重情义的人民。
中国人民为有塞尔维亚这样的好朋友、真朋友感到自豪。王毅说，尽管有些势力对中塞友好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但我们双方都深知，中塞是在维护我们各自国家的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中塞友好，完全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我们对中塞关系的前景充满着信心，我们相信中塞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继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塞尔维亚是此次王毅欧洲行的第2站。此前，王毅还到访了希腊。王毅表示，他此次访问希腊等4个欧洲国家，希望向希腊和欧洲的朋友们传递3个清晰的信息，即中国希望与欧洲共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中国希望与欧洲共同推进互联互通，中国希望与欧洲共同促进文明对话。20日清晨，在奥林匹克运动发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采集成功的北京冬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京。周二，北京冬奥会也迎来倒计时100天。王毅同希腊外长登迪亚斯共同会见记者时就表示，北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信心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欢迎希腊和欧洲各国的运动员参与北京冬奥会。而对于部分西方反华势力所谓抵制北京冬奥的噪音，王毅表示，体育运动政治化扭曲奥林匹克的宗旨，应当共同抵制。而健康公平的体育运动恰恰可以增进不同国家的认同、认知和理解。此后，王毅还将到访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里，中欧关系经历了些许波折。今年5月，立陶宛外长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17+1机制，妄言该机制在欧盟制造分裂，鼓吹其他国家退出。此后又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海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宣布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同时，欧洲部分国家和政客也在台海问题上越跳越高。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也先后窜访捷克、斯洛伐克。正是这样的大背景，让王毅此次欧洲行备受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就表示，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此访，充分体现了中方巩固同4国双边友好、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积极意愿。冯仲平认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王毅此次出访，一方面是要拉近中欧合作，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要扩大合作，又要在面对分歧时坦诚对话；另一方面，则是管控分歧。目前中欧关系中有一些欧洲国家和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些我觉得有些杂音的。王毅国委呢，我觉得他这次还有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让欧洲国家一定要知道，一个中国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中国和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个外交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问题啊。王国维自己说过，说这个问题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我觉得这次一个中国原则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他要强调的一个问题。为期3天的东盟系列峰会于周4正式闭幕，东盟与中国达成一致，将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周5，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召开线上记者会，介绍中国和东盟达成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并回应近期热点议题。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有关南海话题时，邓锡军指出，前不久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潜艇在南海海域潜航时撞到不明物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和部分人员受伤，但美国军方却对事故的原因遮遮掩掩，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事件的真相和美方意图。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邓锡军介绍，长期以来，双方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经贸合作不断升级，贸易额增长85倍，以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互联互通方面，双方共同克服疫情影响，稳步推进各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东盟国家稳经济、保民生做出积极贡献。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ASEAN to further deepen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jointly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EAN Comprehensive Recovery Framework, promote the early entry into for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CEP, further enhance China-ASEAN FTA, forge partnership on digital economy, and unlock the potential in area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lue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green transition. With mutual benefit and a win-win cooperation, we could inject strong impetus to region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long-term growth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与中国达成一致，将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中国与东盟早在2003年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去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方倡议以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为契机，将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东盟方积极回应。如今双方全面关系升级，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形容是适逢其时。That is high level, all round, and with broad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this elevation will enable the China-ASEAN relations to play a bigger and a leading rol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忽视东盟的美国总统时隔4年再次出席东盟峰会，而对于拜登在此次峰会上示好东盟的举动，东盟国家实则心态复杂，既对拜登重视该区域表示欢迎，同时也对该地区潜在的战略竞争风险表示担忧。果不其然，再次参会的美国领导人在会上夹带私货，串通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利用这一多边外交场合，在涉港、涉疆、涉藏、涉台问题上横加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和指责，并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平头品足，公开在地区国家，尤其是当事国间挑拨离间。邓锡军认为，美日澳的行为完全背离了东亚合作精神，是对东亚合作进程的破坏，完全不得人心。邓锡军表示，此次事件还表明，美英澳建立3边安全伙伴关系，开展核潜艇合作，使得澳大利亚这样的无核国家获得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将使武器级高浓缩铀脱离必要监管，带来巨大的核扩散风险，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诱发军备竞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事实上，在为期3天的东盟峰会上，多个东盟国家也就 AUKUS 表达担忧。马来西亚总理萨布里直接批判 AUKUS 可能引发区域军备竞赛，改变东南亚地区的对核武器的零容忍政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虽然没有直接提及 AUKUS， 但表示新的安保框架应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建设性贡献。泰国总理巴育也敦促所有相关人士尊重和相关的国际协议。 It shouldn't be a hunting ground for the US to pursue geopolitical interests. The US has frequently sent a large number of military vessels and aircraf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o make provocations, stir up troubles, and flex muscles. Such moves have undermined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reat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making the US the biggest force for militariz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 should change its course and stop such erroneous act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uphold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邓锡军敦促美国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努力应当得到尊重。疫情发生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克服重重困难，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视频会议的方式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在联合工作组共同努力下，准则前沿部分已达成初步一致，并且在总则部分的目标段落取得积极进展。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关系不仅给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造成现实危害，而且严重冲击国际核防扩散机制。另据美国空军时报报道，美国空军最近完成 F-35A 的一系列飞行测试，以确保它能携带 B6112核弹。该报道甚至讨论了是否需要将这种具备核能力的战斗机部署到亚太。有分析指，这种具备隐形能力的双重能力战斗机投入使用之后，将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容易引发核误判，将各方置于重大核风险中。
美国空军透露，2架 F-35A 战斗机今年9月在内华达州的托诺帕试验场投放了2枚测试型 B6112核弹。这是美国国防部和美国能源部对 F-35A 使用 B6112核弹的最后一次飞行测试认证项目。据称 ，B61作为核弹系列第一个型号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最初只能以自由落体方式投放。B6112是其最新改进型。根据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公布的数据 ，B6112重374千克，长3.6米，其爆炸威力可以进行调节，分别为300吨、1500吨、1万吨、5万吨 TNT 当量。其中最大当量已经相当于1945年美国在日本所投核弹的2倍以上。此外 ，B6112核弹现在可以对弹道进行修正，通过安装新的尾翼套件，提高了命中精度。去年6月，美国空军 F-15E 攻击鹰曾经先后投下7枚 B6112 GTA 测试核弹，以及9枚能源部主持的 B6112 测试核弹。由此 ，F-15E 成为美国空军第一种获得 B6112 核弹使用认证的作战机型。如今 ，B6112 又将安装在美国最新型的隐身战机 F-35A 上了。美军这回装备的 B61，包括它的这个 F-35，两种武器都是叫战术武器，一个是战术核武器，一个是战术战斗机。那两种东西的这种结合呢，其实反映出美军对于这个核武器的使用和我们不一样，就是它强调说，考虑说在实战情况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也可能就直接使用这个核武器，虽然说，而且它这个核武器，并不是说服役一种什么威慑或者什么样的威胁，纯粹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打掉，然后就去使用核武器，所以可以看出它的这个核门槛一直是非常的低，而且呢，直到今天它的核门槛不会因为说它的这个国家力量的强大或者怎么样，它有什么变化，它现在仍然是很低。按照计划，美国将在2022至2025财年生产480枚 B6112，并逐步淘汰其他当量大得多的核炸弹。专家估计，美国拥有680枚各型 B61核弹，其中230枚用于战斗机等非战略平台。空军时报称 ，F-35的这个核雄心是耗资6340亿美元的美国核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报道称，受到国际社会监管的美国核储备，通常是指陆基洲际导弹、空射巡航导弹、重力导弹和潜射导弹组成的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但这只是美军核打击体系的一部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当部分的美军战斗机和攻击机担任着常规打击和核打击的双重角色。这一概念的起源是为阻止或反击苏联对北约的核攻击。但由于冷战时期的特殊规定，他们从来没有被算入3位一体核打击体系中。在美苏对峙的冷战高峰期，五角大楼将核武库分配给战区作战指挥官和战略司令部，前者控制着所谓的战术核武器，其射程更短，爆炸当量较小，如 B61和战斧巡航导弹；后者负责管辖更远射程、威力更大的潜艇、轰炸机和洲际导弹等战略武器。冷战结束后，战区指挥官继续控制战术核弹和战斗机，其中战斗机可以同时携带核弹药和常规弹药。目前还不清楚多少架 F-35A 战斗机将担任新的核打击角色。五角大楼也没有透露何时将让 F-35A 正式担任这一任务。更让人关注的是 ，F-35A 将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印太地区的关键装备。美国是否会选择将这种双重能力战斗机部署到该地区，也成为关注焦点。空军时报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当前具备双重能力的战斗机只部署在欧洲。根据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欧洲已经制定了核武器分享协定，但印太地区却没有类似条约。美国专家建议，如果五角大楼在印太地区部署核武器，轰炸机将更加有效，因为他们不需要像 F-35那样过于靠近目标。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将具备核能力的 F-35A 转移到印太地区的空军基地，在紧急情况下，此举将发出明确的政治或军事信号。在这个亚太地区呢，现在明面上说，这个像日本啊、韩国这样的军事基地都是没有这个部署美军核武器的。但是呢，一方面这个 F-35战机未来来了，它潜在的就具备这个使用核武器的能力。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军在历史上在这些地区都部署过核武器，所以只要它有需要，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的在可能1-2天的时间里把这个核弹从比如说像关岛这样的地方前送到这个美军在亚太的基地，很快就是说只要他愿意在1-2天的时间内，他就能够让这些亚太的基地具备这种战术核打击的能力。
不过 F-35A 具备双重能力后，既能携带核弹，又能携带常规炸弹，更容易造成对手的误判，增大核冲突的风险。如果将核弹以及相关保障装备部署亚太基地，同时也会使得这些基地陷于重大风险中。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盟友，在试图走这步险棋之前，都要充分考虑到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研发和部署 B6112核炸弹，美国国内外都有不少反对和质疑的声音。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早在2014年就曾警告说，对 B61炸弹进行新的改进可能违反美国国内的核准则。俄罗斯外交部不扩散核武器和军备控制司司长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认为，鉴于新的能力及计划中的用途，B6112炸弹也将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